这段时间首发购买的，大家应该都已经陆续拿到了 iPhone 13系列的新机啊，入了的请扣个1，没入的扣个2。如果你是老 iPhone 用户，正在用什么型号呢？可以弹幕走一波啊。看看谁是最强钉子户。安卓这边其实还好啊，尤其是每年苹果升级新系统啊，都会有众多的小伙伴私信评论问我们，我老的 iPhone 升级之后卡不卡啊？续航怎么样？游戏有没有提升啊？这次我们找来了最低适配的 iPhone 6s Plus 到 iPhone 12，从 A9 到 A14，一共6款老 iPhone 啊，用了大量的时间把这些机型分别使用 iOS 14.8和 iOS 15.0各做了一次详细的对比测试。本期有可能是最全的 iOS 15老机型升级攻略。提前说明一下啊，我们所有的设备电池寿命和安装的程序使用的环境都不一定能够代表每一位小伙伴的真实使用场景，大家着重关注两版系统的差距就可以了。这次测试由于涉及到两版系统，我们相当于测试了12台手机，光测试环节都花了1个多星期，记得点赞转发，特别感谢。本次的机型我们是按照处理器来进行选择的啊，这个8系和 XS 系如果都加上的话，这测试量确实有点扛不住。选机也参考了保有量 ，iPhone X 是10周年的机型 ，X2 也是真相机。先来热个身啊，我们先来看看开机时间上能有什么差距啊。上面这6台设备都是 iOS 14.8的系统，下面这6个就是我们升级 iOS 15的。最老的 6s Plus 不到20秒啊 ，iPhone 12在13秒左右，开机速度方面确实都还行。整体来说 ，iOS 15的开机要快那么1-2秒啊，但是差别不大。热身，咱们正式开跑。本期专题测试的20款应用，我们刻意包含了4款游戏啊，比数据库平时的测试压力要更大，也更能体现出差距。另外多说一句，我们所有设备的数据和功能设置都源于同一份系统备份数据，尽可能的去模拟相同的系统环境。经过大量测试和复测验证，最终我们制作了这张表格。可以看到 iOS 15对比前代系统，不管是应用启动速度还是后台驻留方面都有些许优化。第二轮应用打开杀后台的情况也要变少，当然机器越新差距也就越小，在后3代机型上就变成几秒的差距了。在测试过程中 6s Plus 在运行到一半的时候，整个系统的流畅度和显示速度都明显的降低，在第二轮应用打开的时候，几乎全部后台都给杀掉了。在最后打开王者和吃鸡的时候，会有黑屏无响应的情况。测试环境对于这种5-6年前的机器压力确实已经很大了毕竟这6台设备中只有 6s Plus 是2GB 的运行内存只要后台你不开那么多程序，实际使用中呢没有我们这种极端的测试环境当一个合格的备用机还是 OK 的。从 iPhone 7 Plus 开始都变成了3GB 运行内存了，在应用的第二轮打开中，后台保留情况也会逐渐好转在对比中呢，我们也发现新老 iPhone 设备在多应用打开和后台驻留方面差别还是挺大的。iPhone X 在散热方面还是老样子首代的双层主板设计，在整个测试环节中温升发热还是比较快比较明显的。前期的 App 打开速度是快过7 Plus 的 A10， 但由于后边温度起来之后，这性能就下降了，逐渐又缩小了与前代的差距。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相机的启动速度，可以看到 A12 以下的设备点击相机有点不跟手的情况，尤其是比较老的 6s Plus 和7 Plus， 这种情况不光体现在相机启动方面，例如老设备在后台程序较多时，这个运行速度都会减慢，我们总会感觉是不是刚才手指没有点击到然后就会重复操作造成更多的延迟卡顿，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卡的感觉，而较新的设备就会非常迅速跟手。续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续航变差是很多用户老 iPhone 不敢升级的重要原因。由于每台设备电池老化的程度都不太一样较老的设备之前也更换了全新的电池，并不能代表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单独做了一个2小时的综合续航测试，1小时的视频播放，半小时王者和半小时微博，来对比一下差距。同样花了我们老鼻子时间。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 iOS 15对于视频播放的功耗有些许优化，尤其是 6s Plus 上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还是设备越新，这差距也就越小。但我们全部体验完总结一句就是系统本身的升级很少能改善负载较大程序的表现。6台设备在王者上的性能，新机型自然无需担心，全程满帧没什么压力。但是比较老的比如 A12 以下设备，这温度升起来之后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卡顿，在前期还能60帧运行，但是维持的时间确实不长。像 6s Plus 这种本身芯片就比较老的 iPhone X 这种首款双层主板散热比较差的，功耗和发热都不如较新的设备也就是我们刚才
提到的，升级系统并不会对游戏造成很明显的提升或者什么差距，而主流游戏比如王者和吃鸡啊这种新老设备都能运行的游戏，本身开启不了高帧率或者高画质，也避免了老设备无法正常游玩的问题。买2手机上小白优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兼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测试完这几个关键点之后，总结几点啊。iOS 15对比 iOS 14在一些方面确实有些许优化，但总体使用感受，之前卡的设备它还是会卡。iOS 15老机型的基础应用对比 iOS 14差别并不大。其实之前我们白问的频道也跟大家聊到过啊，这一期呢我们又挑选了几个 iOS 15我们认为比较实用有特色的功能和细节，老机型用户可以参考一下啊，看看需不需要这些功能来为此进行升级。首先是实况文本，照片和截图上的任何文字都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提取，也可以双击输入框，使用扫描文稿启动小取景框来扫描文字。在桌面下拉的聚焦搜索，你可以直接搜索关键字，相册里面包含关键字的图片也可以快速找到。比如我们这张角落里面有笔记本键盘的照片，这键盘上有一个 Option 按键啊，你在聚焦搜索里边输入 Option 啊，就能够直接找到这张照片。还比如你可以在几千张照片里边找身份证、银行卡或者文件、合同等照片，也是比较方便的。苹果是完全本地的机器学习算法，也不需要提前上传到云端计算，使用起来确实非常流畅。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空间音频，空间音频在之前 iOS 14.6使用 AirPods Pro 或者说 Max 的时候，只是部分 Apple TV 加的剧和 Apple Music， 升级到 iOS 15之后，戴上这2款耳机，任何立体声媒体都可以模拟成环绕立体声，让你在听歌或看电影的时候可以摇头晃脑，锻炼一下你的颈椎。语音凸显捕捉也可以在视频通话的时候过滤背景噪音或最大化完整收录环境音啊。重点在于这2项功能不需要第三方应用进行适配啊。我们也测试了一下语音环境啊，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测试的是标准模式下的语音环境，大家可以听一下环境。现在测试的是语音凸显模式，可以尽量过滤背景噪音，大家可以听一下环境音。现在测试的是宽幅模式，可以最大程度收录所有环境音，大家可以听一下。查找这个功能其实升级不小啊，它支持关机之后依靠蓝牙信号传送到附近的苹果设备，最多持续定位24小时。如果手机被刷机恢复系统了，也依然可以在没插卡无网络的情况下定位到设备，并且锁屏会显示 Apple ID 关联到这台设备啊。对于买2手机啊需要验证是否有隐藏 ID 激活锁的小伙伴来说，有比较大的帮助。重点来了，以上几个功能啊，除了空间音频需要 A10 的 iPhone 7以上并搭配 AirPods Pro 或者 Max，都只有 A12 的设备才支持啊，是的，也就是 iPhone XS、XR、SE 2代这些和之后的设备才能用。OK， 最后总结，如果你是 A12 以下的设备啊，其实我们不是太推荐你升级到 iOS 15，因为本身 iOS 15这次都没有像以前一样有特别多的新功能更新啊，加上 A12 以下设备又有一些功能是不支持的啊，可能升级之后你感知确实不大啊。这次的 A12 就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基本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大版本更新 A12 以下的设备支持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少了。A12 以上的设备我们推荐你升级啊，性能有保证，稳定使用，一些最新的功能基本也都支持。我们也体验了一段时间啊，第三方的 app 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闪退 bug 的情况啊，当然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这个之后呢，也会有大量的软件开始适配 iOS 15的系统，保持软件自动更新，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决定更新新系统了，请一定留意，无论你是使用什么方式，一定记得备份、备份、备份啊，血的教训。尤其是这种大版本的更新，建议使用官方提供的步骤进行整机加密备份或者 iCloud 云备份。刷机有风险，数据是无价的。最后，我们建议可以稍微等1-2个小版本之后再更新啊。我们碰到了一些小伙伴说有这个读不出 SIM 卡的情况，或者说触摸会短暂失灵，还有续航和发热的情况等等等等。当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碰到的啊，这也有一定的玄学几率。很多人都觉得啊，苹果呢只做旗舰机。
其实不然，苹果依靠自己强大的软件生态能力，可以相对长久的维持老机型的更新和适配，延续它们的生命力。比如说啊，这次出现的 6S Plus 啊，是不是很多年都没见过了？你别说4、5年了，这隔年发布的一些安卓机都被自家的新系统给抛弃了，是谁我就不说了。苹果依靠老产品的强大生命力，让老 iPhone 逐年去不断覆盖更低的价位段，拿到更多的市场。这样既减少了自己的产品研发压力，又可以给用户啊，我苹果只做旗舰机这种高端感，进一步维持了品牌的溢价能力。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太鸡贼了啊，安卓阵营再眼红，现在还没人敢这么玩。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给我们点赞转发，特别感谢。更多的这个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